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讲了 N 多期的 LK99啊，可能不关心 LK99史文超的朋友啊，都有点腻味了啊。好吧，今天我们吃个大餐啊，我们讲点别的。我的标题呢是有点震惊体，对吧？但我还是有节操的呀。今天讲的内容啊，绝对对得起这个标题啊。我们地球人啊，常把这个火星撞地球，当做特别大的误会。实际上啊，茫茫宇宙真的有2颗行星相撞了。而且呢，被人类科学家观察到了。那给大家今天就讲讲这个神奇的观察和事件啊。昨天啊，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2颗距星是冰巨星的行星相撞的这个观察分析，而且在500多光年之外。那这样的观察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所以这个论文就上了 Nature。论文的标题是什么呢？是类太阳主序星突然极度遮蔽 ASN-SSN-21QG 周围星尘埃的演化。这个发生行星相撞的这个恒星系统啊，叫 ASASSN-21QG 啊，这是最近天文学家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啊。我们先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啊，它的上传者叫金瑶豆啊，看名字呢是一个华人啊，也可能是专业的天文学研究者。他的频道呢只有这一个刚刚上传的视频，又只有一个订阅者，就是我，这个也关闭了评论啊。看来他呢仅仅是为了上传这个视频而建立这个频道。我们看他的制作啊，这是一个 3D 的计算机流体动力学的模拟动画，描述了这个论文中啊2颗大约是海王星大小的冰巨星呢，由于它们之间的引力扰动啊引发的这个系外行星的碰撞。那视频的上半部分啊，显示了2个碰撞体相撞啊，那么穿过赤道口的切口呢，显示了大气层啊是白色的啊，冰层是蓝色的，和岩石层就是绿色和粉色，看到了吧？相撞了啊。那在最后一帧中啊，就是周边那些绿色离子呢，表示已经结合到一起了啊，并可能在碰撞过程中啊幸存下来那些碎粒。2颗行星在太空中相撞啊，想一想。那经过长时间的冷却，那些幸存下来的粒子啊，可能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行星。这就是上面这个，下边的视频呢也是相同的模拟，只不过呢这个颜色呢它就代表啊2个星系不同材料的能量用不同颜色表示。那这个模拟表明呢，碰撞啊可能形成直径是地球数百倍的这种碰撞后的星云结构，而这种类型的模拟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家了解 ASASSN-21QG 这个恒星的复杂的这个系统。所以你看这个视频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啊？我们再看一下论文吧。那这个论文里说呀，看一下论文正文啊，这是论文正文啊。论文里说呢 ，ASASSN-21QG 啊是一颗距离地球556光年的类太阳恒星 Sun-like star 哈。2021年9月啊，天文学家首次就观察到了它的光度突然大幅下降，从原来的呢，大概13.8等星减弱到了接近16等，这就意味着它的光度啊下降了近100倍。所以这种巨大的光度变化呢，还持续了好几个月。这个论文里边提到一个叫波耀健 star 啊，这个什么是波耀健 star 呢？这个恒星的编号啊叫 KIC 8462852啊，8462852，对啊，它是一颗位于天鹅座的 K 型的主序星，距离地球呢是1480光年。那这颗恒星啊，它不简单，它在2011年被发现它的光度和颜色出现了奇怪的变化。恒星你怎么不恒了呢，是吧？你怎么来会变了呢？所以这些变化无法用恒星本身的活动来解释，像黑子啊什么的，是吧？那有什么奇怪的变化呢？就是从2011年到2017年天文学家观察到这个波尤健啊，就这颗恒星的光度出现了不规则的周期性减弱，这个暗淡的幅度达到22%左右，所以这种变暗呢是非常罕见和剧烈的。而且这种变暗啊没有固定的周期和模式，它就显示出来它的光面曲线是非常的复杂和不对称。科学家们就推测这个变暗可能是来自于围绕这个恒星的
不寻常的这种尘埃啊环绕导致的这种遮蔽作用。但是尘埃的来源目前没法确定，有人就提出来了，这是不是高级外星栉位分明的这个戴森球啊，是吧？戴森球呢是英国科学家弗里曼戴森他在1960年代提出的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他认为呢，如果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想要利用更多的资源，他们可以建造一个巨大的球形结构环绕一个恒星，以捕获和利用恒星发出的全部能量。好吧，这个脑洞是比较大的啊，但是也有可能呢是彗星的碎片或者黑洞遮掩了这个恒星。但是这些解释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至今呢也没有统一的这个结论。那这个不由见 star 呢，它就展现出来了这种过去不知道的这种光变行为，被认为是解开行星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天体。所以这颗非凡的恒星就以天文学家特比斯不由见的名字命名。这个女科学家是最先研究它变暗现象的这个科学家。当然我们这篇论文讲的 Nature 这篇论文它是有确定结论的那后边呢通过后续的这个多波段的这个观察分析天文学家就推断出来，这个光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有一团尘埃云遮挡了这个恒星导致的。有云遮日。那这段尘埃云的组成可能是有亚微米级的尘埃粒子，总质量大约为柯伊伯带小行星的质量，也不小它可能来自于某些彗星的天体在这个恒星附近被破坏形成的。那这团尘埃云围绕恒星公转公转周期大概是30天，意味着呢它的距离大概只有 0.19 个天文单位，非常接近这个恒星了天文学家们还检测到这个恒星在事件发生前就有这个近红外的超量周围呢显示有大量的尘埃，总质量可能达到地球质量的1000万分之一。所以这个事件呢可以被看作是2颗行星也可能是某个小行星或者彗星在一颗恒星附近的相撞碎裂，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模拟动画看到的这个，产生了大量的导致这个恒星光度变化的尘埃。所以这对理解这个行星的形成和演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目前天文学家还在继续观察这个事件的进一步演变。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关于这个行星的一个动画的说明。目前根据观察和推断呢，导致这个 ASN/SSN21QG 光变的这2颗行星的体积它可能是冰质小行星或者彗星，而不是类似于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那这个论文的作者之一的这个布里斯托大学的西蒙洛克博士说呢，正如我们从计算和计算机模型中推断的那样，发光材料的温度和大小呢，以及发光持续时间与2颗冰距系外行星的碰撞一致。另外一位作者就是英国华裔大学的论文作者叫格兰特肯尼迪博士说这次观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认为这是第一次看到行星碰撞产生的物体发出的光芒。那前格拉斯奥地利科学院的空间研究所的鲁德米拉卡罗纳博士说他说呢这确实是我们了解这个行星内部的一个好机会。通常这些巨行星将其重元素隐蔽在这个厚厚的氢和氦层下边。然而在这次碰撞中呢，内部的物质被喷射或者挖出由2颗行星合并而形成的物体的外部区域。所以这个卡罗纳博士补充到呢，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这次碰撞释放出了大量的水蒸气，有助于将碰撞后的物体呢冷却到1000K。关于这2颗相撞行星的这个尺寸和质量呢，在论文中是没有给出明确的这个估算值的。但是根据造成的这个尘埃量它们的总质量呢，大概是地球质量的1000万分之一，也就是柯伊伯带小行星的质量水平如果假设它们的密度与彗星差不多比如大概是 0.5 到1克每立方厘米，那么直径呢大概是在100到300公里左右那对比地球直径的 1.27 万公里它们应该属于是比较小的这个天体，是吧？那这篇论文呢它主要基于以下几个主要的天文观测设备获得数据不是在地球上哪个天文望远镜直接望一个是 ASASSN， 就是全天自动巡天超新星搜寻计划它提供了长时间的序列的这个
光学观察数据。第二个呢是 Atlas 啊，就是小行星弹坑最后警报系统，它提供了光学的数据。再一个就是 LCOGT 啊，就是拉斯昆布瑞斯全球望远镜网，提供了密集的这个光学多色观察数据。再一个是什么呢？是 NEWWISE 近地小行星啊，宽视野红外巡天卫星，它提供了近红外的数据。那通过这些不同波段的这个光变曲线以及对尘埃组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建模等等，天文学家呢就得出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推论。这些观察呀，可以为理解这个重要事件提供重要的线索。那所以你看，有了这么多这个精密的设备和系统啊，天上的地下的是吧，我们才能观察到500多光年外的这样小规模的行星相撞事件。那论文的第一作者呀，叫Johnson P. Marshall， 他通过分析这个盖亚天文卫星的视差数据啊，确定这颗恒星的距离是556正负34光年那这个盖亚呀，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盖亚的一个银河的图，这就是盖亚巡天卫星的一个银河的一个全景系的图，里边包括可不是成千上万了，是多少亿颗的这个恒星啊。所以在556光年的这么距离下呢，一颗类太阳的这个主序星啊，它的视星等大约是13等。那么 ASA SSN 21QG 的正常视星等啊是 13.8 等啊，就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啊。那它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啊，光度降低了100倍啊，就是达到了接近16等，这才被 ASASSN 的这个巡天系统检测到啊。这个星等差1等，它的光亮就差10倍，那差2等就相乘的关系就差100倍。所以即使在556光年之外是吧，对于一颗变暗100倍的恒星啊，只要仪器的灵敏度足够高，就能持续观测，这也是能够持续监测到它光变。所以之后天文学家呢，再利用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啊，持续观测，就获得了更多的细节。说起来有意思啊，我们前一天啊，刚刚在炼丹术的那一期提到过，说科学研究啊，不再是专家的专利，是吧？你猜怎么着？这次相撞事件就是有一个天文爱好者首先发现的发现了这个 ASASSN 21QG 的这个可见光变暗，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它的光变曲线，这才引起天文学家的注意，并展开了后续的这个专业观测。所以你看，通过这个合作观察分析，研究团队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2颗冰巨星这种系外行星发生碰撞。首先产生了NEWWISE 的观察数据，就近红外的超量数据。大约在3年后碰撞产生的尘埃云移动到恒星前方，导致了可见光的变暗。这恒星变暗了，是因为光遮住了，这个灰尘遮住了。灰尘从哪儿来呢？是2颗行星的碰撞。所以这次有这个业余爱好者，他的发现就促成了专业合作观察研究。这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令人鼓舞的。它就展示了什么呢？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公民科学模式的力量，业余天文爱好者也可以做出重大贡献，推动天文学的进步。所以这就再一次表明了科学发现的这种奥秘和魅力。老百姓也喜欢科学，你是挡不住的。这样我们也看到这个专业和业余天文学家通力合作的这种重要性，是吧？不过你要是觉得这个500光年外的这个行星相撞关我们啥事啊？科学家研究这类相撞的目的其实呢也是为了研究咱们周围，是吧？研究地球的演变。宇宙的演变可能最初是偶然，比如说大爆炸也许是个偶然，但是大爆炸以后的一切变化可能几乎都充满了必然。只是我们人类呢需要快速成长，你才能了解，就认识到这些必然。其实社会现象你想想也没有那么多的偶然，所以你以为这个哈马斯误打误撞就成功的袭击了以色列吗？当然不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呢，哈马斯几年如一日的麻痹以色列当局，以及这个以色列当局呢战略判断失误，或者说被误导，所以这才恐袭成功的原因。咱回到正题大家想想，真要是火星撞地球咋办？
不可能啊，那彗星撞地球呢？总有可能的吧？所以我觉得呢，在这2颗行星相撞的这个碎片云里边，慢慢的会不会诞生出一个类似于月球和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地月行星系统呢？这就是比如说一部分大块碎片是吧，它居中，小片呢成为卫星，它是存在重新聚集啊，形成新行星和卫星的这个可能的啊，就像图上显示这个。其实月球呢也是这么形成的，但是由于碰撞产生的碎片啊，相对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它是不容易重新聚集的，需要通过这个碰撞速度减缓部分能量。但是新形成的这个小碎片比较多，它们之间的引力扰动大，也不利于稳定的这个重力聚集，是吧？再个就是母恒星啊，左边那个红色的那个母恒星的引力也会对这个碎片云啊造成扰动，让它更加的扩散。大家看是不是扩散了？这些碎片呢总质量是很小的，它就相当于地球的多少，前面说是千万分之一嘛，所以是不利于形成类地行星啊。当然2个行星这么一撞，原始的大气就全部逃逸了，对吧？那缺了原始大气中的这些挥发性物质啊，它不利于新的行星捕获大气。不过呢，要形成一个稳定的新行星系统，克服了上面的困难，是有一定可能的，虽然可能性不太大啊，不能完全排除。所以未来啊，可能还有更多的这样的碰撞事件被发现。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这种行星形成的机制。总体来说呢，这篇论文啊，可以说开拓了我们思考这个行星啊形成的这个新视角，给科学家能提供很多宝贵的启发。好吧，这就是关于2颗行星相撞的故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宋时星语呢是一个正经的科普小频道，是吧？我们不讲那个乱七八糟的啊，我们有论文的我们绝不讲报道，有报道的我们绝不讲八卦那么我们尽量做到理中客合理非，好吧？那今天呢就谢谢大家收看啊！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并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次再见，拜拜。